首先呢，这个侨社呢是一个你不能够把现在的华人跟100年前美国的华人呢相比。100年前的美国华人呢，那个是清末走过来的，然后经历过明初，那个时候他们见到这个所谓的列强欺凌中国，或者是在美国确实是受到相当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那么他们心里有气啊，希望呢这个华夏啊。这个祖国能够强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经历过这个100年呢，今天啊，这个清政府亡了，然后呢，经历过这个相当长的美国的唐人街打着青天白日旗，但是自从这个20年来啊，我想这个也是台湾的政府啊，对于这个北美华人呢这个工作或者是资源投放的不够，或者是有的政府民进党政府甚至呢没有这样的眼光而且呢是主动的退却然后呢就促使了这个当然这个中国另一方面就看见你敌退的我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加上这中国有市场，20年来改革开放这个西瓜呢喂大边，钱呢在那边。然后呢，他邀请这个侨领回去吃吃喝喝啦，游看看长城啦，然后就是万里长江因为你知道这个华侨他这个思想总是比较简单他这个感情可能是比较丰富思想呢比较这个思维逻辑分析的能力可能比较低但是同时对于钱来说呢这个是人之常情，所以有这样的倾斜和变化，这是非常的自然的。那么这些是在那边很多在加州开餐馆这个那个，但是今天的华人的这个成分也很复杂，并不是说70年代余黎华这个小说这个是个留学生文学的那个，基本上以台湾为主，香港有一点点，今天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他们这些华人呢有的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去了美国的，有的是真是逃亡的。有的是拿着钱在那里搞白手套的，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留学生的同时也有某一种政治任务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美国华人这个结构成分比起50、60年代，我们看这个白景瑞的电影《家在台北》或者是这个白先勇什么我上摩天楼去或者是梦回清河啦，这个余丽华这种留学生文学大大的不一样，那里头很复杂，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理想当然再加上在美国出生的这些 ABC 他们皮肤是黄的，种裔是华人，但是呢这一口母语却是英语。那么他们本来在美国的主流社会，自从克林顿上台，这个进度这个发展还是相当有所改善，因为这30年来美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这个平权的思想是大为发达。这虽然这里头有极左的成分，但是总方向对于华人这个促进是有利的。但是今天拦腰弄出一个这个肺炎那么他们这些华人这个所在的邻居，或者你工作的地方同事，或者是这个学校里头的同学，这是非常切身的实际的问题，他们个个感到受威胁，是不是如果你说20年来你跟他们说这个有一天这个中美会核子大战这些人觉得很遥远，他们投票选哪一个当总统也不以这一个为重点所以呢，这个美国总统竞选，他们这个辩论的一向是以经济加税或者是国内的就业问题为这个重点的。但现在不同，现在忽然有一种病毒是从中国那边传来的，这个人人都知道自然呢看见这个亚洲人，包括这个越南韩裔这个敬而远之。然后呢，有一些有暴力的这个成分的，或者是基层的没有教育的这些人，就拿着华人来出气。我看到，但是我没有数据。这里头最近有很多黑人在街上打这个华人，这个数据到底是黑人的成分多还是白人多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平时这个华人在美国对黑人也是没有什么好说话啊，嘴巴里头也不会什么太尊敬，因为我常常我自己啊也听说过。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政治的理由，这个黑人呢想通过这一次啊，在街头对华人的一些在前线上马上的表现出来的一种比较英勇的惩罚，来对白人来表示我们跟你是站在同一阵线的。这里头也有一些某一种的深层的政治意识形态在里面。所以呢，对整体来说，对于华人当然是比较吃亏，是不是啊？但是我想，这个对于华人来说，你现在要组织这个什么 Stop Asian Hate 的这个当然是有用，但是我想这个治标不治本，因为呢，你到了今天2021年去举行这些集会，明眼的美国人心里都知道，这个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种族歧视，啊，但是对于一般的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呢，这一套你再来啊，就等于这个。他们从马丁路德金以来就看得多，没有作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美国人心里都知道，这是一场战争，或者是一场越来越难避免的热战的一个前奏。那么在战争时期啊，你不能够以和平的状态来要求你的邻居跟你的同学，是不是啊？我举个例子，如果是1940年，德国大举轰炸伦敦的时候。如果有一家德国的侨民住在伦敦，然后呢，你不能够在这个德国的飞机炸伦敦的时候，期待你这个英国的邻居在感恩节或者是平安夜还能够像往年一样邀请你到他家里啊，一起去吃火鸡，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这个家里不会让这个英国的小孩拿一块石头砸烂1、2块玻璃啊，你已经非常的幸运，因为这是战争，没有道理可讲。在太平洋战争以后，罗斯福也下令把所有在美国的2、3万这个日本裔的美国人呢，这个侨民呢，把他们集中起来关闭这个禁闭。这个战争的时候一种非常的情绪跟手段，所以呢，在整个美国的华人呢，他必须有这个心理准备。当然呢，有的人这个是美国有多少华人数以百万计，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同，每一个人的能力跟本事都不同，每一个人平时跟美国主流社会的相处的修为也不同。如果你是在一个地方，你是一个来自台湾的这个华人啊，你在一个实验室里头工作了20年。你不仅旁边的同事对你非常了解，他们都知道你平时的为人，你的信仰是什么。或许你是基督徒，你根本呢这几年你都跟其他的同事跟邻居去上同一个教堂，你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对不对？那你的邻居跟同事对你我不认为会有因为这样会有什么任何的激烈的这个歧视的行为，因为我相信大多数，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呢。都应该是理性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关乎于每一个人的修为。在美国有很多杰出的华人，也不见得现在华人都受歧视。像来自台湾的戴琪，她现在还是美国的贸易代表，不是华人的这个女性了。还有刚刚得到这个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这个赵婷，一个来自中国，一个是来自台湾。那么2个都是华人的女性，当然华人女性在白人男人的眼中是有某一种的优势的地位，这个我们现在暂时不说所以呢，总体来说，如果个别有很多这个华人，他觉得我的生命不安全，或者是来了美国几年总是格格不入，或者是受到旁边的这些人的异样的眼光，也没有什么前途的话，君子不立围墙之下，为邦不居。那最好的办法是36计走为上计，买张机票离开美国是最好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呢不是太值得讨论怎么华人的这个在美国什么受歧视，我们谈了100年了，到了今天呢也应该有一点的新的花样、新的意思，是不是？所以我认为真正呢你在美国能够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你到街上去买东西会有1、2个小孩对你说2句脏话，我认为这个是小事情。
小事情啊，只要不是动用暴力啊，那你就除非是动用暴力，那你就报警，不然在街上背后有人骂你，你别过头去看见，不管是白人是黑人，我认为是一笑置之，甚至你用优雅的英语啊来跟他回答，用甘地那个时候的那种英文呢跟他对答，那他会一下子把他唬住啊。如果真是有暴力行为的，那对不起了，那只有这个为邦不居，考虑集体回到中国也好，香港大湾区发展也好，那你的前途更好，对不对啊？反正现在华人大陆来的人很多都相信这个什么东方在上升，西方在衰落嘛，对不对？那10年河东10年河西，现在正是移居回中国的最佳的时机，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是？那至于那个留学生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北京的美国的领事馆这个留学签证部肯定是越来越紧是不是？但是这话又说回来，那么为什么非得要到美国留学不可呢？如果你去了那里念这个科技，现在形成一个主流的误解或者认识，觉得中国人都是来偷这个高科技的，你何必送上去接受那样侮辱性的眼光呢？是不是？现在中国的清华啦、北大啦，他们这个科技也非常好还有香港大学也不错，对不对？所以我建议这些朋友不如如果是觉得现在气氛不对，就暂时不要上美国好了，这是最好的选择了，这是常识嘛，是不是？